清月，你真打算让我跟那个野种表白？哎呀，只是演戏而已嘛。苏唐那个贱人，夺走了我家1半的资产，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啊？你先假装跟他在一起，然后趁机把他的私密照片拍下来。到时候呢，我再精心为你策划一场婚礼，你只需要在婚礼上狠狠地甩了他。还要跟他结婚呢，那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？那你可得好好补偿补偿我。放心吧，只要你能帮我彻底的毁掉苏唐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想毁了我吗，苏清月？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。我叫苏唐，5岁那年，我的母亲带我嫁进了苏家，我在苏家过了2年的幸福生活。这2年里，苏涛尽心尽力地扮演着一个好父亲的角色，而他也在母亲的助力下，创办了名为苏氏的商业帝国，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小子，一举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苏董事长。苏总好！我曾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可好景不长，苏氏成立不久，母亲离奇暴毙。葬礼那天，苏涛带回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，以及一个比我小3天的妹妹。苏唐，这以后就是你妹妹了。自此，我的人生迎来了长达10年的噩梦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我就不给。我妈妈跟我说过的，你就是个野种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哼！这是我的。感谢继母给我上的第1课，终于意识到，要想在这个家生存下去，就得学会装乖、折服以及讨好那个男人。或许是我的狼狈太过刺眼，连命运都对我心生怜悯。苏涛得了胃癌，而我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。这一家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是女儿，一个尽心尽力的端屎端尿，另一个跟躲瘟疫似的。糖糖，你恨爸爸吗？恨，我当然恨。我不仅恨你，我还巴不得你早点就去死。怎么回事？刚刚明明好好的，怎么会？检测到病人失去生命体征，你们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刚刚苏唐给他擦身子，然后就……是你是不是？苏唐，一定是你是不是？一定是你害死了他！没有，我刚刚只是给爸爸擦擦身体而已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闭嘴！一定是你，只有你！够了！这些天你们一家人的相处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苏唐小姐照顾苏先生尽心尽力，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收拾收拾走吧。少在这里闹事儿！不是我，苏小姐，既然先生已经去世了，又并未立下遗嘱，那么遗产还是按照我国的财产继承法来分配。苏先生的所有资产，您和大小姐各占50%，这是分配协议，您说好。什么？谢谢陈律师。这不可能啊！我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，你一个野种，凭什么分走我家1半的资产？你干什么？松手！你给我松开！
这一巴掌，还你7岁那年毁了我的幸福人生；这一巴掌，还你8岁那年抢走我妈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；这一巴掌，还这些年我受到的种种屈辱、折磨。还真是咬人的狗不叫，小贱人，你挺得装吗？苏唐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就要毁了你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！我太了解苏清月了，以她的骄纵，绝不可能轻易放过。可我实在好奇，她打出的底牌是否是我想要的那张？这个项目的报价全网泄露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报价不是我泄露出去的，是不是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员工，我们公司用不起。保安。苏唐，好好想想自己得罪了谁。从今往后，整个海城不会有一家公司要你。我们许是要的，我们许是要的。来许是，我护着。苏清月，你果真没让我失望。鱼上钩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怎么会呢？能进许氏是我的荣幸，我当然愿意。我顺利入职许氏集团，成为了许燕的秘书。我当然知道这是苏清月的陷阱，可那又怎样？这场游戏中谁是猎物，还不一定。许总怎么想起今天约我到这里来吃饭？叫我阿燕就好。咱们相处这么久了，你应该很清楚我对你是什么心思吧？苏唐，以后留在我身边，做我的女人，好吗？君已入我，游戏终于开始。苏唐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，如果我不喜欢你，我怎么能向你表白？真的吗？那你证明给我看。你想让我怎么证明？你说呢？我细细品味着许燕脸上的每一个表情，厌恶、享受、沉迷。苏晴，你朝我进来的每一板刀，我都会亲手插回你的心脏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嘛呢你？喝酒啊？清月，你看，我去，这许愿什么情况？他不是清月的男朋友吗？怎么跟苏唐这个野种搞在一起了？是啊，清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许燕，该不会是出轨了吧？瞎说什么呢？许愿和清月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绝不会做对不起清月的事情。清月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错，是我故意让许燕接近苏唐的。那个贱人抢走了我家一半的家产，不给他一点教训怎么能行？他不是爱装白莲花吗？我就让全海城的人都看看这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骚物。还得是你啊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可即便是这样，也用不着这么亲密吧？看照片，好像还是许燕主动的。清月，难道你就不怕许燕真的喜欢上他吗？许燕，你的手机响了。
别管他。要不你先接一下。是工作上的事情，我处理一下。这么晚打电话来干什么？亲眼看着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，你现在一定很生气吧？苏清月，好戏刚刚开始。你这么晚还打电话干什么？许燕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还不能插岗了？我问你，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？你刚刚都在干什么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许燕，你别忘了，我让你跟苏唐是逢场作戏而已。你是我男人，我只让你趁机去拍几张照片，没让你真和他在一起。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够了，当初不是你让我接近他的，现在又在这里闹什么闹？他就是一个野种而已，就算我跟他有什么，也只是玩玩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阿叶，我就是看到苏唐发的照片，我实在是太生气了。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答应我，你拍到他的照片就赶紧把他甩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太害怕了。行了，我知道啊。苏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来没多久，不过你怎么这副表情啊？你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怎么会？既然你刚才这么有精力，不如我们去把没做完的事情给完成了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？照片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行了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们昨晚……啊，昨晚你好像太累了，还没开始你就睡着了。你愣着干嘛？快坐下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没想到苏唐不光比苏清月漂亮，竟然还这么温柔体贴。如果真和她在一起，似乎也不错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，回头叫清月来家里吃顿饭吧。清月，你叫她来做什么？庆祝啊！自从我爸去世之后，她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我现在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，我想让她跟我一起见证一下。怎么？你不愿意吗？怎么会？那，你把她叫过来吧。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清月，你来了，快进去坐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，叫我过来干什么？我叫你来，自然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许燕，叫姐夫。这是我男朋友许燕，叫姐夫。姐夫？苏唐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故意什么？你怎么这副表情啊？难不成
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我跟你妹妹，我们是第一次见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厨房收拾一下。姐夫，许愿，你说他什么意思啊？抢了我的男人，还让我叫你姐夫，故意恶心我呢是吧？他没你想的这么心机，我想你应该是误会。许愿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为什么要帮那个贱人说话？我没有帮他说话。再说了，这照片不是已经发给你了吗？你还跟他计较做什么呀？也是，很快他就会身败名裂了，到时候再也得意不起来了。你们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羡慕姐姐能找到像姐夫那么优秀的男人。我看你们两个人感情也挺稳定的，应该快要结婚了吧？婚礼的事情不如交给我帮你们策划。真的吗？那可太感谢你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清月，糟了糟了，他好像喝醉了，快带他去卧室里休息。糖糖，我好像也有点……快去吧，我收拾一下就过来了。走。苏清月，你干什么呀？阿爷，不要走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嘛！苏清月，你清醒一点，这是苏唐的房间。苏唐的房间，那又怎样？许燕，你跟苏唐只是做戏而已，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陆总，明天就是我的婚礼了，我们的交易可以开始了。我一定如约而至。你该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爱，一个工具人而已，也配谈爱？不过苏清月，你倒是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许燕，你说话呀！他只是一个野种而已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只有我，才是真正爱你的人。糖糖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清月喝成这个样子，我应该来看一下。好像没什么事儿。不过，你这里怎么了？这里应该是蚊子咬的。这样吗？嗯。许燕，你不会背叛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。那就好。我为你准备了礼物，等婚礼当天当面拿给你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雪燕，这明天就是你和那个野种的婚礼，当新郎官的感觉怎么样啊？还能是什么感觉？肯定是恶心啊！不过呀，那个苏唐可真够蠢的，居然还以为许燕真的会喜欢上他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可不是嘛，那个贱人之前抢走了我家一半的家产，我还以为是我小看他了呢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上套了。清月，其实我觉得……哎，我明天让你给我请的那个记者都请了吗？什么记者呀、直播啊，一个都别落啊！放心吧，我专门帮你找了最顶尖的团队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那就好，明天我就要让苏唐那个贱人身败名裂。准备的这么齐全，苏清月，到时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可别喊疼哦。雪燕先生，您愿意和旁边这位美丽的小姐共度余生吗？往后无论风雨天晴，都携手一起度过。我愿意。苏唐小姐，您是否愿意嫁给许燕先生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都与他携手度过，永远相爱。我不同意。哎呦，这有什么情况啊？清月，怎么害怕了呀，苏唐？平日里装的跟朵白莲花一样，骗得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各位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这个苏唐背地里面就是个不知廉耻的贱货。这样，清月，我可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我手里面可是有证据的。苏二小姐，您手里有什么证据，倒是快点拿出来啊！是啊，赶紧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啊！急什么？马上就给你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居然这样！谢谢你。这房子玩的就是这样。我的天哪，他还要不要脸？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可不是嘛！平日里看高高在上的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然是这种人。看清楚了吗？什么风光霁月的大小姐呀，什么纯白无瑕的未婚妻呀，背地里面只是个骚货而已。苏唐，我送你的这份大礼，你还喜欢吗？快别说了！我为什么不说了？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平日里面的白月光，背地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嘴脸。清月，你是我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闭嘴吧你！就你这种浪荡的女人，也配当我姐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想一想一会儿该如何收场吧。今天来这儿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很快你做的这些丑事将会传遍整个海城，成为笑柄。你看看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你，说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可真够不要脸的，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，真是一点亲情血缘都不顾。可不是嘛，摊上这么个妹妹，苏大小姐简直倒大霉了。就是，平日里看着挺规矩一姑娘，背地里竟然和自己的姐夫勾搭在一起，真是一点礼仪道德都不懂。姐夫？怎么会？怎么会是这个视频？是啊，我的婚礼上为什么会出现你和姐夫勾搭在一起的视频？你们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不是的，糖糖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。我跟苏清月
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那这是什么？许愿，当初是你说的，会永远护着我，不让我吃一点苦，受一点罪的。现在呢，你们都搂在一起了，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就是啊，这人脸皮可真够厚的，视频都出来了，竟然还说他们两个没什么，当我们都是瞎子吗？死鸭子嘴硬罢了，毕竟是未婚妻的妹妹，谁敢认啊？要我说呀，这俩没一个好东西，你看一个婚前出轨，一个知三当三，我呸！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我不是小三。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还敢狡辩？你这脸皮啊，怕不是防弹玻璃做的吧？苏桃，这些都是你设计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妹妹先陷害我的吗？你们自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，但你和许嫣密谋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就在门外看着，怎么样，惊不惊喜啊？妹妹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姐妹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苏桃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敢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就凭你不要脸！你抢了你姐姐的未婚夫，我才是许愿的未婚妻。你们竟然在床上做出这种事，难道不该打吗？糖糖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要护着他？许愿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是你说会永远护着我，是你主动追求的我，是你说要跟我结婚，给我一个婚礼的。你现在说是误会，你到底拿我当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糖糖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解释啊？赶紧道歉，取消婚礼吧。就是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娶苏大小姐。不是要出轨吗？正好趁这个机会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省得出去祸害其他人。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这一切全部都是苏桃设计的。苏桃，你在婚礼上故意放我跟许愿的视频，就是为了毁了我，害我身败名裂，好狠的心！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家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，谁会在自己的婚礼上放这种视频，把家丑外扬出去？苏桃，我劝你最好适可而止，闹大了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苏桃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妈，你没事吧？苏桃，我妈可是长辈，你怎么动手打她呢？明明是你打的，大家可都看着呢。你演够了吗，苏桃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小心机我见多了。我和你好商好量是给你脸，真要斗起来，你和你那个死去的妈加在一起都不是我对手。陆阿姨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可我妈妈刚去世不久，你就进了我家门。你平日里对我不好也就算了，可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明明是苏清月和许愿搞不清关系，你却倒打一耙。我倒打一耙？本来就是你倒打一耙，明明是你女儿做错了事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的维护苏清月，还动手打苏糖，你要不要点脸？这顾烟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人家原配刚死，就进入人家苏家，一看就是小三少妃。那谁知道呢？但是看他对苏小姐这个态度，平日里恐怕也没少欺负人家。还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！怪不得苏清月想当小三呢，原来
有个当小三的妈呀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群蠢货懂什么？张口小三闭口小三的！我告诉你们，许燕本来就是清月的男朋友，许燕和苏唐在一起不过就是演戏，他苏唐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三。他苏唐才是那个小三。许燕本来就是清月的男朋友，这搞错了吧？今天不是他们的婚礼吗？苏唐怎么可能是小三呢？他刚才说苏唐和许燕本来就是演戏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顾阿姨，你刚刚说许燕跟我在一起是为了演戏。许燕，你不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是你说会护着我，是你说在我之前你一个女人都没有，那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解释？清月和许燕在一起已经3年了，如果不是你，今天嫁给许燕的人就是我们清月。是你不仅插足了他们的恋情，还设计陷害清月，试图毁了她。苏唐，这世上怎么会有像你一样狠毒的女人？不是的，糖糖，你听我解释。和一个恋爱3年，原来那段视频都是真的。什么视频？苏清月，准备好迎接我送你的第2份大礼物。哎呀，只是演戏而已嘛。苏唐那个贱人，夺走了我家1半的资产，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？你先假装跟他在一起，然后趁机把他的私密照片拍下来。到时候呢，我再精心为你策划一场婚礼，你只需要在婚礼上狠狠地甩了他。你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很意外吗？早在婚礼的3天前，我就收到了这个视频，但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的未婚夫会跟我的妹妹搞在一起，所以我选择什么都没有看见。看到顾阿姨的这段话，让我相信了这段视频就是真的。或许我才是那个小三，不过也怪不了别人，要怪就怪我一厢情愿信错了人。我太过分了，一家子人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有没有人性了？这真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呀！这种人就应该拿去进猪笼，还活着干什么？一家子坏主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今天不在直播吗？快，记者快拍一拍，一定拍他们的脸，让全国人民看看他们的嘴脸。苏小姐，请问你母亲说的到底是真的吗？您和苏大小姐究竟谁才是第3者？苏小姐，请问您在视频中说到的遗产是什么东西啊？您是否像视频中所说的那样计划陷害苏大小姐？苏小姐，请你正面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苏小姐，答一下吧，苏小姐。苏小姐，你是有什么疑虑吗？我没有，是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这上面的人不是我。视频都在这儿了，真的不是你吗？既然你说不是你，还请拿出证据来。还是说您的意思是这个视频是假的？假的？没错，这个视频就是假的，是 AI 出来的。我跟许愿从头到尾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这一切都是苏唐为了争夺遗产设计出来的一场戏罢了。AI， 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嫉妒我，可是我们都是爸爸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害我呢？你栽赃我跟许烨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 AI 出这样的事情来毁我的清白？你真的太狠了！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为什么说是我陷害的你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大可以找人鉴定一下这2段视频是不是 AI 合成的。张总，你是 AI 高手，您来告诉大家，这2段视频是不是 AI 合成的？我可以证明，这2个视频
不是 AI。你看看啊！你胡说！你跟苏唐是一伙的，大家别相信他。各位，我张伟深耕 AI 领域多年，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，这2个视频绝对不是 AI。那是就是真的了呀！真的，感谢张总为我证明。没事儿，像这种居心叵测的人，无论他想做什么，都不应该让他得逞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看就是你们2个串通好的，你们2个就是一伙的。苏清月，你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。苏唐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我悟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会认。好啊，既然张总的话你不信，那许燕作为当事人，她的话你总该信吧？许燕，你来说，这2段视频到底是不是 AI 合成的？苏清月这个蠢货，我之前怎么会喜欢上她？真是比不上苏唐半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陪她胡闹下去了。怎么，你不敢说？不是，刚才的视频不是 AI。刚才的视频不是 AI 的。真不是啊！那他们这一家子可真够恶心的。今天的热搜有了。苏小姐，徐燕先生亲口承认视频是真实的，请问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您和许愿先生不是合作关系吗？为何许愿先生突然反水？您之前是否有所预感？苏小姐，遭受情人背叛的感觉如何？您之前设计陷害你姐姐，那一刻是否想过有今天？您那时候是否意识到，这一念之差会成为毁掉您后半辈子的导火索？滚开！你们都给我滚开！雪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这样做会毁了我的。抱歉，但我的确没有办法再继续错下去。唐唐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苏清月先勾引的我，但我的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你想要怎么样都行，许氏的股份、财产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。许愿，你在发什么疯？许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这样做。许愿，你快告诉大家，你刚刚都是胡说八道的，是有人逼你才这样说的，你快说呀！大伯，还有脸叫我大伯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苏董事长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是苏唐和苏清月的大伯，苏氏集团的现任掌权人。今天出这么大事，能不来吗？就是今天这事儿确实不太光彩啊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。抬起头来，颤颤巍巍的，像什么样子？说，错在哪儿了？我错在不该跟许愿厮混，更不该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胡闹！我告诉你错在哪儿了，你错在身为苏家唯一继承人，却要自降身份，跟一个野种抢男人。你错在手段不够狠厉，脑子不够聪明，被别人占了先机，让自己落入了现在这般境地。退一边去！苏唐，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10几年，成王败寇的道理我懂。今天是清月，棋差一招着了你的道，我们认了。可是，一码归一码，苏家还有一笔账要跟你算。大伯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也是苏家人，您说的这笔账是……你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究竟是不是苏家人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。如今，陆氏集团入驻海城，正是合作招商的关键时刻，而你却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己私欲大闹婚礼，严重影响了我们公司的企业形象。我想，苏涛给你那50%的股份，是时候收回来了。真有意思。陆总，您真信那个女人？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我为什么要帮你？
听说陆总对他求而不得。你怎么会有离子的设计稿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跟陆总合作了吧？我听说你家老夫人正在对你逼婚，如果陆总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考虑到我的婚礼上抢婚，一举两得，不好吗？苏小姐很聪慧，你婚礼当天我会如约而至。合作愉快。戏都唱一半了，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？加速吧，也是时候该我登场了。是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爸给我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也姓苏。姓苏又如何？你本就不是苏家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苏氏集团。就是，你根本就不是爸的亲生女，你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分我爸的遗产？没错，你根本就不是苏涛的种，凭什么拿苏涛的遗产？就凭苏氏集团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我妈出的，就凭我苏唐是苏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再敢对我动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反了！我是你妈，你敢这么对我？小妈也算妈。我妈才是苏涛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而你不过用了点臭不要脸的手段上位罢了。我死了都快10年了，骨头都化成泥了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警告你，今天必须把股份给我吐出来，否则别想出这个门儿。哦，那你们苏家还真是只手遮天啊！这人谁啊？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？看这气势，应该不是海城吧？这位先生，在我苏家的地盘，这么大阵仗，不合适吧？苏家的地盘，很快就不是了。哼，王八，敢在这里撒野，你是谁呀你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走吧。他是谁？为什么看起来和苏唐很亲近？糖糖，他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跟他走？我跟谁走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在意干嘛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我……等等，苏唐，我们可以聊聊吗？好啊，你想跟我聊什么？苏唐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伤害了你，但是这一次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真的喜欢我？对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我的确只是想跟你玩一玩，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以前是多么眼拙，竟然会喜欢苏清月那种女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比苏清月优秀？不只是优秀，你很耀眼，她不及你的一分一毫。苏唐，你就相信我一次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是真的爱你。那苏清月怎么办啊？你们可是谈了3年恋爱呢。我对苏清月已经没有半点感情了，糖糖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与苏清月再也不会有半点交集。你还过去干什么？自取其辱吗？是吗？可你的手上还戴着他送给你的戒指，该不会是你们的定情信物吧？
一个垃圾罢了。以前是我看错了人，但是这一次，糖糖，我对你的喜欢都是真的，你就相信我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真要为了这个狐狸精跟我断了是吧？给我闭嘴！不许你这样骂苏糖！你竟然还敢维护他！你难道忘记我们之间的海誓山盟了吗？海誓山盟，你对苏清月还真是爱之深切呢，真让人羡慕啊！不是这样的，糖糖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我解释什么解释？苏糖，我警告你，给我离许愿远一点！你给我住口！糖糖，你相信我，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真的跟苏清月没有什么，我爱的人是你。苏清月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再也没有半点关系，别再缠着我了。我缠着你？糖糖，我真的错了。看来你们的海誓山盟也不怎么样，他这么快就变心了。苏糖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蛊惑了许愿的心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有脸怪我？这一切不都是你策划的吗？不是你亲手把许愿送到我身边的吗？许愿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他有男人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。苏糖他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。苏糖给了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，但是你要告诉许愿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双倍？没错，像你这种吃软饭的软饭男，给你双倍已经不少了。你今天租的这辆车花了不少钱吧？再加上你的出场费，给你10万，一定比苏糖给你的要多吧？10万，那还真不少啊。你现在知道苏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？他呀，就是一个没爹疼、没娘爱的野种。够了，苏清月！你敢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再敢侮辱苏糖，我还打！看来人家对你是真爱了。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不好意思，苏糖给我100万，你才给我10万。糖糖，我错了，糖糖，糖糖，哎。苏糖，你给我等着！没想到堂堂陆氏集团的总裁竟然这么会演戏啊！你也说了，我堂堂陆氏集团的总裁，看起来很像一个演员。本缺那10万块钱吗？我们陆总风流倜傥，气宇不凡，也只有苏清月那个蠢女人的猪脑子才会把我们陆总当成吃软饭的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戏我已经帮你演完了，说正事吧。你为什么会有Lisa的设计稿？什么时候可以帮我引荐？我要见她。如果我说我就是 Lisa， 你信吗？你看我像傻子吗？还真……不像。想见 Lisa 不难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把证领了？不然你家老夫人那边怎么交代啊？结婚？领证？你确定？对啊，今天当众抢婚的事情，想必现在已经传遍了海城了。但我相信你家老夫人应该没那么好骗吧？不过陆总要是不想领证也可以，反正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做了，到时候你家老夫人再逼婚，那可就不能怪我了。我很好奇，你步步谋划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大伯苏正光经营多年，就算今天我让他们出了丑，但想彻底扳倒他们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但有了陆总夫人的身份，可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，陆总？不，应该叫老公。
苏小姐还真是一点都不矜持呢。好，那我就陪你好好把这场戏演下去。取民政局。是。气死我了！苏唐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行啊，你在这儿发疯有个屁用啊！你要真有本事，何至于被苏唐打压到这么个地步？大哥，你就别说这风凉话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苏唐那个死丫头已经拿到公司的继承权了，今天又让我们颜面尽失，接下来她肯定会报复我们的。慌什么？办法我早就想好了，只要这件事能成，他苏唐就算有3头6臂，也得乖乖的交出继承权。大伯，你说的是什么办法？快告诉我！苏唐不是要继承权吗？那就给他。大伯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呀？哎，着什么急呀？你让你大伯说完。大哥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苏氏集团外表看着光鲜亮丽，其实内部早就千疮百孔了。那苏唐想要彻底掌控公司，就必须得到陆氏集团的合作，不然那帮老狐狸还不得活撕了他。陆氏集团，我听说陆氏总裁冷血无情，而且几乎从来都不露面。我们苏氏在海城虽然有些地位，但是想要入陆氏的法眼，那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呐！那岂不是说这苏唐连见到陆氏总裁的机会都很渺茫？当然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，这苏唐呀，他自己就撑不住了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咱们该做的还是得做。我打听到了，陆总的联姻对象喜欢一条名为海洋之星的项链。就在今晚，这条项链恰巧出现在湘江的拍卖会上。只要我们能拿到这条项链，还怕搭不上陆总这条线吗？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只要等待时机成熟，就可以轻松的拿下苏唐手里面的继承权了。大伯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真的不用我陪你进去？怎么，怕我被欺负？我们才刚领完证，谁要是欺负我老婆，那我的脸往哪搁？你说对吧，老婆？我就是回来取一下我妈妈的遗照，既然现在已经是陆夫人了，自然要和这个家说拜拜。再说了，我要是被欺负了，你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，对吧，老公？陆总，您真就这么让他一个人进去啊？万一他们欺负夫人怎么办？夫人，你改口倒是快。这不是做下属的该有的眼色吗？谁要是敢欺负我老婆，那就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了。哟，跟你那小白脸男友玩腻了，还知道回来呢。妹妹这话说的，你怎么没跟你男朋友待在一起啊？你男朋友不理你了？好，你别太过分。再过分也没有你这个抢自己姐夫的苏二小姐过分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儿好像还上了热搜，现在网上骂声一片。你不出门，该不会是怕别人骂你吧？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？苏唐，做事留一线，你把事情做这么绝，就不怕遭到反噬吗？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怕什么？倒是大伯你，还是别太明显了。要是被伯母知道了这件事，有你好果子吃。不识好歹的狗东西！要不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有现在的苏氏集团。
的苏唐非但不念你的恩，还背信弃义，抛妻弃女，让小三上位，最后害你郁郁而终。不过你放心，苏家的一切我都会帮你夺回来。只要是伤害过你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苏唐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还想找打？呀，来带你的死鬼老妈一起走啊！你还敢打我？杀了你！再敢羞辱我妈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有没有被欺负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不用，3个歪瓜裂枣而已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是夫人。陆总，老夫人说林小姐明天回国，她让你去湘江拍卖会把海洋之星拍下来，作为你们见面的礼物。海洋之星？嗯。既然已经结婚了，拍下来送给我老婆，好像也不错。啊？无法无天，谁给你狗胆敢打我女儿？你敢打我？打就打了，如何呢？够了！苏唐，你还没闹够是吗？闹！我只是拿回我妈妈的东西，是他们自己找打。混账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苏唐，你想造反吗？连大伯都敢打！倚老卖老的东西，打就打。他要是再敢说我还敢打，你女！你敢？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就把股份全卖了，到时候你1分钱都捞不到。威胁我？对啊，这么明显，你看不出来？这整个海城，谁敢接这个烫手山芋？许燕吗？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老公姓陆，陆氏集团的陆。陆氏集团？你巴结上了陆氏集团的人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们还是准备好接受我的报复？大伯，怎么办呀？他勾搭上了陆氏集团的人，怪不得他这么嚣张，原来是有靠山了。怎么办呀？陆氏集团，我们可得罪不起啊！慌什么？那苏唐就算再有本事，能够巴结上陆氏集团的人，最多也就是个小喽啰。等我们在拍卖会上拍到海洋之星，巴结上陆总，还怕收拾不了他吗？对呀，到时候我要让苏唐跪下来和我道歉。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就是扇他们，扇得有点手疼。真不愧是陆夫人啊，就是厉害。走吧，回家。先不着急回家，先去一趟湘江拍卖会。拍卖会？既然已经结婚了，新婚之礼自然不能少。开车吧。好嘞。听说这个海洋之心是你联姻对象最喜欢的东西，你确定要送给我吗？我们可是领证了的，联姻对象算什么？走吧。刚才那个是苏唐吗？苏唐？妈，你看错了吧？这种规模的拍卖会，苏唐怎么可能有资格来？他虽然继承了苏氏集团，但
但是钱都在公司里面呢，没有大伯的发话，他可拿不出钱来。行了，正事要紧，现在进去吧。欢迎各位来到本次拍卖会。这就是海洋之心啊，确实漂亮。一会儿它就是你的了。苏清月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貌似又有好戏看了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哪有不宰的道理啊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第一件拍品——稀世粉钻1枚，起拍价300万。哇，好漂亮的粉钻啊！妈，大伯，我可以拍下来吗？区区300万，想拍就拍呗。350万。你也喜欢？只要是苏清月喜欢的，我都喜欢。400万。苏唐，这个贱人怎么也在？2楼贵宾席，他旁边那位，难道就是他口中说的陆氏集团的人？他怎么也在？不行，我得把他拿抢回来。500万。看来他对你还没死心啊！啊，这不是苏家婚礼上姐夫和妹妹搞在一起的许家少爷许燕吗？啊！哎，苏清月也来了。不过，你说这许少到底喜欢苏唐还是苏清月呀？他为什么又和苏唐将上架了呢？哎，你没看到是苏大小姐先喊的价？我看呀，肯定是苏大小姐把他给甩了，然后他又想追回苏二小姐，所以啊，才故意和苏大小姐叫价的呀。哦，他就是故意拍下来，好讨好那个苏二小姐欢心。苏唐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许燕最后不还是我的？500万1次，500万2次，500万3次。恭喜这位先生喜得本件拍品。许先生，您的粉钻。好的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当然是拿粉钻啊！许燕拍下来不就是送给我的吗？我知道你想用这枚粉钻来求我的原谅，但是啊，这远远不够，除非你当着众人的面跪下给我道歉。苏小姐，你误会了吧？这是许先生拍给苏唐小姐的，不是给你的。什么？苏家二小姐这下丢人丢大发了。不过她脸皮这么厚，应该也不嫌丢人吧？还真是有意思，还有人上赶着找羞辱。自以为是的人，总是拎不清自己的斤两。苏小姐，这是许先生送给您的。帮我谢谢他。这个许燕也太过分了，敢这么羞辱清月，回头一定好好收拾他。跳梁小丑罢了，不用搭理他。正事要紧，坐下。许燕，我等着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迎接第2件拍品——海洋之星，起拍价3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万。哎呀，这么高3500万，4000万，4000万，4000万，这才第几轮啊，就4000万了？苏唐他疯了吧？4000万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苏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存心和我们对着干是吧？妹妹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这里是拍卖会，价高者得，你要想要就继续叫价呀。4000万你张口就来，你有钱吗？对哦，你这倒是提醒了我。要不我把苏氏集团的股份给卖了？苏唐，你敢！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苏氏集团100%的股份，有没有想要的？价高者得。
苏小姐，此话当真？当然买，的股份，我弱女子一个，虽然有苏氏集团的继承人身份，但我的大伯和小妈对那些股份虎视眈眈的，我怕是守不住，还不如卖了划算。起拍价1个亿，有没有人想要？青桃，苏氏集团价值数10亿，1亿就卖了，你疯了吗？我的东西我乐意，谁让苏清月惹我不高兴了？要不大伯你替我教训教训，没准我开心了就不卖了。苏桃，你少在那挑拨离间，我不信你敢这样做。临时加个拍品，不介意吧？陆总身边的女人可千万不能得罪。当然，苏小姐的拍品由我拍卖行担保，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加价。就卖了呀，我出2个亿，发了吧，3个亿。是买的股份，还有没有比3个亿更多的？慢着！大伯这是想通了。这样吧，你当众扇苏清月3个巴掌，我就不卖。大哥，你别听信苏唐的疯话，我不信他真敢卖。苏桃现在就是个疯子，现在又有拍卖行做担保，如果真把它卖掉，我就彻底拿不到苏氏的股份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这么做。是啊，大伯，你别相信他。住口！住口！大伯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苏清月，1个巴掌1个亿，你这脸可够值钱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这边临时出了些小插曲。既然我大伯都帮我教训我这好妹妹了，那这苏氏集团的股份我就暂时不卖了。您继续吧。诸位，海洋之星，请继续加价吧。你玩这么大，就不怕玩脱了？我这大伯最看重苏氏集团的股份了，他是绝对不会允许我低价贱卖的。再说了，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大不了最后你给买了，我们反正是一家人，无非就是左手挡右手的事，反正吃不了亏。你倒是好算盘。不要再招惹那疯子了，现在安安心心把海洋之星给拍下来，搭上陆总这条线最重要。叫价5000万，6000万，6000万了，还有没有价格更高的？8000万。好，苏小姐叫价8000万，还有没有价格更高的？他们花这么多钱买海洋之星是做什么？糖糖，苏清月他们此次来是为了拍下海洋之星送给陆氏集团陆总的，一旦他们搭上了陆总，你就彻底斗不过他们了。听我的，离开那个男人，我帮你守住苏氏集团。你信不信我不花1分钱就能帮你拿下海洋之星？啊？1个亿。1个亿。苏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非要跟我们对着干到底是吗？小妈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我刚刚已经说了，这里是拍卖会，价高者得。你要想要，就继续往上喊啊！你坐下。1亿1000万。2个亿。苏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这是拍卖会，不是菜市场，叫了可是要出钱的。你有这么多钱吗？钱我是没有，但我有苏氏集团的股份啊。刚刚可是有人叫到了3个亿。你好了，这个死丫头明显拿住我们软肋了。那怎么办？项链再值钱也不止2个亿呀。是啊，大伯，一个项链2个亿也太多了。还能怎么办？这死丫头都叫价了，到时候她拿不出钱，真把苏氏集团给抵押了怎么办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必须得拿下这个海洋之星，搭上陆总的线，否则不仅这死丫头的股份不保，
我们也要失去陆总这条贵人线。3个亿。3个亿。还要继续吗？3个亿已经是他们能拿出的所有现钱了，再继续，你可真的要大出血了。3个亿3次。恭喜苏先生以3个亿的价格获得海洋之星。好戏看完了，也该走了。走？可是海洋之星还没有拿到。不急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走吧。有了这海洋之星，我们就有了敲开陆氏集团的敲门砖呐。可是花了3个亿，这也太贵了。是啊，那陆氏集团万一不买账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我已经和陆氏集团的张总说好了，他会以合作方的名义为我们约了陆总。明天咱们就去拜访陆总。苏唐，拿了吧。什么？徐燕送你的粉钻。怎么，你还想带着他跟我共度良宵啊？没想到堂堂陆总竟然还是个小醋包啊！咱俩可是领了证的，我岂能让你当着我的面收其他男人的礼物？住手！糖糖，你们，我们怎么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斗不过苏清月他们的。离开这个男人，我可以帮你守住苏氏。我跟谁在一起，不跟谁在一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就你那点家底，跟我老公还不够看的呢。公？对啊，刚领的证，你要看吗？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软饭男，他怎么能够帮你守住苏氏？相信我，跟他离婚，现在就跟他离婚，我能够帮你守住苏氏，相信我。许少，麻烦你摆清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过就是我用来对付苏清月的一颗棋子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已经利用完了，应该说弃子才对。凭什么觉得我需要你？弃子？所以你从来都没有？对，我跟你不过就是逢场作戏，将计就计罢。至于你说的这个软饭男，你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他不就是你请来的演员，来帮你演戏的吗？陆总，这是张副总让我转交给您的，说是苏氏集团苏正光献给您的礼物。苏正光给他献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海洋之星，你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晨舟？这就是你说的不花1分钱就能得到的海洋之心？对啊，这还多亏了许少的通风报信，才能让我狠狠的宰了苏正光他们一笔。多谢了，许少。你真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晨舟？怎么，我很像软饭男吗？走吧，老婆。新婚之夜，我们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这儿呢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怎么，没花1分钱不高兴了？哪能啊！我老婆大人帮我省了那么多钱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知道就好，像我这种持家的女人不多了，你就好好珍惜吧你。陆总，张副总说苏家那几个人明天想去拜访您，您看？不用。好啊，我明天去我老公办公室，帮你接见一下他们。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算计的一个人吗？不是吗？
事情我已经帮你做完了，什么时候帮我请 Lisa？ 急什么？明天我见完苏氏集团那几个人，自然会帮你引荐的。不过你那个联姻对象今晚应该回来了吧？还有你家的老夫人，她应该知道你到婚礼现场抢婚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应该想想该怎么对付他们？许言，你给我站住！许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上次当众让我难堪，今天又故意和我对着干，赶紧给我道歉，否则你信不信我永远不能原谅你？原谅我？苏清月，谁给你的脸？就是因为你，害得我在整个海城颜面尽失。你还有什么资格说原谅我？你又打我！滚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清月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你就这么看着？这种人就得好好收拾他。哼，自己蠢怨得了谁？现在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了啊！许言他这么容易就变心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等明天我们巴结上陆氏集团的人，连他一块儿收拾，连他一块儿收拾。先回家吧。苏小姐，您先上去吧。一会儿李秘书见您去陆总办公室，我去一趟老宅接陆总。一夜未归，看来老夫人那关不好过啊。以老夫人的脾气，有她苦头吃了。那我可得好好补偿补偿她。好戏要开始了。哇，不愧是陆氏集团啊，还真气派啊！那是当然，你以为陆氏集团是我们这样的上流家族能够比得了的？苏桃，这个死丫头怎么来了？还是从陆总的车上下来的。你怎么会在陆总的车上？还有，你怎么坐陆总的车？什么陆总的车？你们是不是看错了？也是啊，就她这种女人也配坐陆总的车？刚才啊，可能是大伯看错了。没错，有这个可能啊，说不定我还真是看错了。他怎么有资格坐陆总的车？你今天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找陆总来谈合作，故意跟过来搞破坏的呀？哦，你们也是来拜访陆总的？听你的意思，你也是过来找陆总谈合作的？对啊，我虽然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但股东们都是你们的人。如果不跟陆氏集团合作的话，就没有完全掌控苏氏。知道就好，我还是奉劝你，打消了去见陆总的心思，他不会见你的。是吗？你们信不信？不超过1分钟就会有人来接我。苏桃，你没病吧？真以为赢了我们一次，还把自己当回事了？这里可是陆氏集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？如果真的有人来接我呢？如果要是真的有人来接你，我就跪在这个大堂里面爬上一圈。苏小姐，总裁让我来接你。妹妹，我记得你刚刚好像说过，如果有人来接我呢，就绕着大堂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爬吧！爬什么爬？要爬也是你爬。人家说的是苏小姐，是我们家清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？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是过来接我的？那当然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可是花了足足3个亿拍下《海洋之星》送给陆总的，肯定是他很满意，所以才用这么高规格来接待我们。你说是吧，大哥？倒是有这个可能。毕竟我们这么有诚意，人家陆总又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自然不会输了礼数。你们这一家子人脸皮可真厚啊！
要实在不行，就买个镜子照照，看看你们脸有多大。苏唐，你别在这儿阴阳怪气的。我们为了见陆总，好歹花了3个亿买了海洋之心送给了他。你有什么？你想见陆总，空着手来，凭什么见你？原来你们拍下海洋之心是为了送给陆总，怪不得那么舍得下本钱。知道就好，我劝你还是知难而退吧，省得被陆总赶出来，丢人的可就是你了。如果你乖乖交出继承权，或许我们还能给你个10万8万，不然呢，就等着被赶出苏氏吧。别跟他废话了，现在我们最要紧的还是跟这个领导去见陆总要紧。这位领导，麻烦您带路，别让陆总等着急了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刚才说的苏小姐是苏唐啊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你真的是过来接苏唐的？苏小姐，请吧。拜拜。大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会过来接苏唐呢？该不会他比我们抢先一步巴结上陆总了吧？要是真这样的话，那我们3个亿岂不是白花了？急什么？先去见张总。见了张总以后，一切都清楚了。走吧。苏小姐，这是陆总的办公室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我就先下去了。有任何需要，您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辛苦了。张总，您真的不认识苏唐吗？不认识。看来呀，苏唐那个死丫头肯定是耍了什么手段，敢在陆氏集团乱来。等会儿见到陆总，一定要让陆总好好收拾。那个张总，方不方便向我们透露一下陆总是什么样的人？到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下，别说错话了。是啊，张总，我听说陆总杀伐果断，万一我们要是说错话，可就麻烦了。陆总他还没到，不过他已经吩咐过了，让他的新婚夫人来接待你们。新婚夫人？啊？那张总，这位夫人好相处吗？脾气怎么样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大人物。等一下进去之后，不管是说话还是态度，都要恭敬些。张总口中的夫人，难道是陆总的联姻对象林家大小姐？林小姐最喜欢那条海洋之心了，还好我们送的及时，这下合作的事儿稳了。真期待顾烟和苏清月看到我是什么表情。听说陆总为了不和林家联姻，昨天去了一个不入流婚礼现场当众抢婚。要不是老夫人及时封锁了消息，否则整个上流社会恐怕真的要乱套了。不过能让陆总不惜身份当众抢女人，看来也是人中之凤，非同一般。我这做下属的还是小心为妙。等一下你们进去之后，看到夫人千万要敬重点，一定不能得罪她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多谢张总，我们一定会万分敬重。是。进去吧。进。陆夫人，我是苏氏集团的苏正光，特意来拜会您和陆总的。陆夫人，昨天送你的海洋之星可还喜欢？听说你们花了3个亿，倒是挺舍得下本钱的。这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陆夫人，您说笑了，能让您开心，区区3个亿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无功不受禄，说吧，有什么目的？
得罪了陆夫人，一切都打水漂了。是这样的，陆夫人，我们苏氏集团想寻求和陆氏集团的合作，您看？哦，据我所知，苏氏集团的继承人好像不是你吧，而是苏家大小姐。就算要谈什么合作，也应该她跟我谈吧。陆夫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那苏唐就是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到处勾引男人，这种人根本不配继承苏氏集团。是啊，陆夫人，苏唐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继承苏氏集团，他要能力没能力，要资格还没资格。而且，陆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公司里面的股东啊，全部都是我大伯的人，有什么合作，直接问我大伯就行了。陆夫人，我们是不是有哪句话说错了？咋发那么大火啊？跪下！啊？怎么，不想谈合作了？还是说我说的话不管用？陆夫人，您言重了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？或者得罪您了？有没有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陆夫人让我们突然跪下？该不会是苏唐真的勾搭上陆总，陆夫人知道了，所以才会迁怒我们吧？怎么可能呢？那苏唐虽有几分姿色，但他没那本事。不管是不是，肯定和苏唐脱不了关系，肯定是他惹怒了陆夫人。苏唐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，否则我扒了你的皮！大伯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先跪下再说。好不容易到这儿了，难道现在就放弃啊？跪下！苏正光，你还真是一把软骨头，就这样还想跟我斗？苏清月、顾烟，你们准备好迎接我的羞辱？苏唐，嗨，苏唐，怎么是你啊？苏唐，你找死呀是不是？你赶紧起来，陆总的位置也是你能坐的吗？你竟敢坐在陆总的位置上，还敢假冒陆总夫人，你是想要害死我们吗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就是陆总夫人啊！你放屁！陆总夫人是苏家大小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嘴巴这么脏，是该洗洗了。你个贱人，敢碰我妈！居然还敢躲！苏唐，放开我！赶紧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清月！一群软骨头，忘记刚刚怎么对我谄媚了吗？苏唐，你擅闯陆总的办公室，你还假冒陆总夫人，现在居然还敢动手打我！陆总来了，我让你死！让我死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死。大伯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我今天要活撕了你这个贱人！胡闹！怕作死，你也要跟着一起吗？是啊，清月，这是陆氏集团，你可别乱来。苏唐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？什么场合？这是陆氏集团，是陆总的办公室。你敢在这儿胡来，你是真不怕死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自己没本事巴结陆总，就想用这种手段让陆总迁怒于我们，是吗？苏正光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很多遍了，我是陆总的夫人，我在我自己的老公办公室里，有问题吗？我以陆氏总裁夫人的身份教训你们，有问题吗？哼，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！你是陆夫人，那林小姐是谁？她才是陆总的联姻对象，
你怎么会带着海洋之星？这不是我们送给陆总的吗？你说这个呀？这个就是你们口中的陆总，也就是我老公亲手送给我的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你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真是？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老公姓陆，陆氏集团的陆。难道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？他真的和陆总结婚了？不可能，陆总那样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这个项链一定是他偷来的。偷？苏清月，你也真是蠢的可以。你去陆晨舟手里偷一个试试。切！大哥，赶紧给张总打个电话，证实一下是真是假呀！哦，对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。不用打了。老公，这么快就来了？是你啊，软饭男！撞死！怎么跟陆总说话的？陆总，他真的是陆总？当然就是陆总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没事吧？有没有受欺负？对付3个蠢货，还不至于被欺负。陆总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欺负我老婆，也算是误会？张超，通知下去，从今天开始封杀他，以后谁要是敢跟他们合作，就是和我陆氏集团作对。陆总，我真不知道您是陆总啊，不然我们怎么敢这么做呀？求您大人大量，放过我这一回好不好？怎么说？我看他们好像没什么诚意。听到了吗？我老婆说你的诚意不够啊。愣着干什么？跪下呀！我不跪，我凭什么给苏唐下跪啊？跪下！哎呀，我们跪。陆总，你看，我看什么？你们得罪的是我老婆，跟她说。糖糖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成这样呢？一家人？你们纵容苏清月毁我清白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们逼我交出苏氏集团继承人身份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不过呢，我这个人大度，也懒得跟你们计较。这样吧，把这份断亲协议签了，并且承诺永远退出苏氏集团，我就当这事算了。什么？永远退出苏氏？怎么不愿意？那就封杀他们好了。不，我签。你疯了！签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签死得更快。苏唐，你别以为你又赢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好啊，我等着你的阴谋诡计。不过呢，我保证，肯定会让你比上次输得更惨。我劝你这猪脑子，就别说什么胡话了。还记得你跟许愿那次，我只是略微使了那么一点点手段，你就成过街老鼠了。什么？上次婚礼的视频是你设计的？当然了。张总，送客吧。滚吧！费这么大的劲，就为了让他们签这个？不过是区区几张白纸，我只是想向他们讨回一下当年羞辱我的利息罢了。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，
至于这么麻烦？我就是要一点一点羞辱他们，一次一次的把他们拖下深渊，让他们也尝尝绝望的滋味。怎么，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？什么？林小姐杀过来了。第二场戏开始。苏唐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让我下跪！大哥，难道我们就这样妥协放弃了？那可是价值数十亿的苏氏集团呢！放弃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我怎么可能会放弃呢？苏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就不信你能斗得过我。这谁啊？这么大阵仗！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她应该就是陆总的联姻对象，林家的大小姐，林秋寒。我听说林小姐她心狠手辣，苏唐跟她抢男人，她死定了。林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滚！这就滚。陆总，你这次可是完蛋了。宋小姐，这陆总真和林家大小姐订婚了？是啊，可怜我们陆总，刚被老夫人骂一宿，现在又被前未婚妻杀上门，太惨了。唉，是有点惨。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？哎，去，都别看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什么样的女人敢和我抢人质。就你自己，那个女人呢？林小姐说的是我的新婚妻子吗？她已经先走了。陆晨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和你有婚约的人是我，凭什么和别的女人结婚？我陆晨舟要跟谁结婚，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？你好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和我林秋寒抢男人。哟，没想到堂堂陆大总裁竟然会在一个女人手里吃瘪。少说风凉话，要不是你，我至于这么被动吗？说吧 ，Lisa 什么时候可以见我？明天 Lisa 将在这里举办一场酒会，跟我一起去，自然就能见到她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再跟我玩这种猫鼠游戏，那我可就悔婚了。好嘞。给我查清楚到底是谁。是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林总，已经办妥了 ，Lisa 设计稿已经拿到了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 Lisa， 也按照您的吩咐，明天将会为您举办一场酒会，彻底坐实您的身份。好，很好，陆晨舟，你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林秋寒想冒充 Lisa 的身份，我有点开始期待明天的酒会了。5年前，为了脱离苏家这个魔窟，我夜以继日的努力，终于拿到了学校的保送名额。我本以为从此我可以逃离苏家，远赴海外。可当我找到我的导师时，我才知道我的保送名额被人抢走了。
教授，我马上就可以离开了吧？苏汤，你的保送指标已经没有了。没了？怎么会呢？学校的保送名额最后定的不是我吗？而且我的成绩一直是学校的第1名啊，怎么会没了呢？林家为了给林家大小姐林秋寒海外镀金，给学校捐了500万，校长把唯一的指标给他了。林家，林秋寒。苏腾，老师知道你是很优秀的，学习也很努力，可是林家的势力太大，校长在他们面前也不得不低头。希望你啊，能够谅解啊。当年夺我名额，害我在苏家吃尽苦头，如今我抢你未婚夫，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谋划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把你们聚齐了。你们在我身上施加的伤害，我会让你们100倍、1000倍的还回来。鱼已经入网了，可以收网了。大伯，你说那个林小姐真的会帮我们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苏唐抢了他的未婚夫，而我们可以帮他，他没有理由不帮我们。没错，苏唐就是抢了林小姐男人的小三儿。有了林小姐的帮助，苏唐这次一定会一败涂地。林小姐，你是？我叫苏正光，是苏唐的大伯。苏唐又是谁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苏唐就是和你抢陆总的那个小贱人。和陆晨舟结婚的女人叫苏唐。林小姐，您还不知道呢。林小姐，苏唐那个不要脸的死丫头，害得陆家，害得您颜面扫地。我们这次过来就是帮您揭露她的。跟我进来吧。你要的东西。多谢。这个林秋寒手段还是挺多的，他冒充 Lisa 的文件，伪装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不知情的人真的挺能分辨出真假。他伪装的越真，就摔得越惨。自己把握就行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查到苏清月他们最近去找林秋寒，而且谈的还挺好，所以明天的酒会他们肯定会闹。我就怕他们不闹，他们不闹，我怎么把这场戏推到最高潮？得嘞，等明天我帮你把这场戏演好，我还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哇塞，真不愧是世界第一设计师 Lisa， 就连办一个酒会都这么大牌面。真没想到，这个林小姐就是 Lisa。要是陆晨舟知道了，会不会后悔啊？当然会后悔了。苏唐完了，今天肯定会被陆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抛弃了。这都他自找的。大伯妈，我听说这次不止海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会过来，就连上京齐家的齐大少也会过来。上京齐家，那可是顶着天的大人物啊！听说他比陆晨舟的身价还高呢。这林小姐真是厉害，竟然能请得起这么大人物。不仅如此啊，我听说这个齐家大少来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向各界名流宣布一个重磅的消息，可能是要和 Lisa 谈一个100亿级的合作。谈一个100亿级的合作，100亿！我的天哪！哎，妈，大伯，那不是陆晨舟吗？他还真敢来啊！看我们今天不扒他一层皮！这陆氏集团迫切想要和 Lisa 合作，
这陆晨舟恐怕到现在为止都还不知道 Lisa 就是林小姐，今天得有好戏看了。苏唐，你还真敢来呀？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？你们几个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昨天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陆总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赶紧和这个贱人撇清关系，否则啊，酒会一旦开始，你后会莫及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说我老婆？敢打我！就打你，如何？就打你了，如何？不要跟他们这种人计较，待会儿有他们受的。走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这几个人什么意思？看来是昨天给他们的教训太小了。无非就是几个跳梁小丑罢了，不用在意他们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你到底在玩什么阴谋诡计？你可是答应过我，今晚会让我见到 Lisa 的。哪有人这样说自己老婆的？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保证你今天肯定能见到 Lisa。乖，听话，走吧。林小姐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陆总被苏唐那个妖艳贱货迷了心智，竟然还敢动手打我，看我这个脸被他打的。苏唐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，竟敢和我抢男人！林秋寒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就是抢我男人的苏唐啊！林小姐，我和我老公两情相悦，何来抢一说呀？林秋寒，你干什么？林秋寒，你干什么？陆晨舟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和你有婚约的人是我，你和他领证，还当众抢婚，故意让我难堪吗？我和谁结婚与你无关，不要在这胡搅蛮缠。胡搅蛮缠，好，很好。不要以为有陆晨舟护着你，我就伤不了你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一个靠拙劣手段上位的小三。秋寒，老公，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，我可会心疼的。林小姐说我是小三，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，我可要告你诽谤哦。证据？我和陆晨舟的婚约，整个海城谁不知道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现在流行婚恋自由。林大小姐自己拴不住男人的心，只能在这里跟我无能狂怒。这要是传了出去，那林大小姐的人面往哪儿放？大家说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确实是啊。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可以证明，苏唐他就是个臭不要脸的小三。没错，苏唐臭不要脸。先前和他妹夫搞到一起，我这儿配有视频做证据。大家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放给大家看。这不是真乱。虽然之前婚礼上的计划被你给破坏了，但你可别忘了，我手里面还有你跟许燕的亲密视频呢。今天来的这些人可不比上次那些，这可都是名门贵族。所以，你是打算用上次那个视频继续栽赃陷害我？同一个手段用2次，你也是真够蠢的。只要能赢你，只要能把你踩在脚底下，我耍点手段又能怎么样？苏唐，只要你肯主动放弃苏氏集团的继承权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一次。否则呀，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去，这些人可不会去分辨真假，到时候就算陆晨舟想要护你，恐怕也护不住吧。不用，放吧，尽管放，我倒要看看今天死的人是谁。冥顽不灵。大伯，这个贱人他油盐不进，我觉得没必要跟他说那么多。林小姐，您看，陆晨舟，在座的可是各界名流，视频一旦放出去，什么后果？你确定非要护着他？得不到就毁掉了。林秋寒，你觉得我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吗？
好，很好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不是有视频吗？拿出来给各界名流看看，这个小三做了什么恶心人的事情。苏唐，别怪大伯不给你留活路，实在是你太狠了。大伯教训的是，但是这有的时候吧，这有的人作恶太多，只怕会报应到自己身上的。蛮不灵，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死的。大家看好啊，这个就是陆总的好老婆。苏唐，这回就算你求我们，也晚了。哟，小妈，你这跟大伯你俩玩的挺花的呀，这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也不嫌害臊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小三啊！可没想到你们这俩老东西玩的还挺刺激啊！哎呀，你小点，你们这俩老曾可真会玩，真看不出来啊！也就是啊，这么大玩这么花。雷小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恶心人的老东西！大伯，你没事吧？苏唐，这是你说的对不对？妹妹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这手机是你们拿出来的，视频也是你们放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是吧，小妈？你这技术可以啊！再挖一挖，看看这俩老登还有没有什么黑料，尤其是关于苏氏集团内部的，都给我发到网上去。我要让这俩老登再也没脸在海城。好嘞，齐少，您就瞧好了吧。第一场戏结束了，该第二场了，我也该登台了。我堂堂一个齐家大少，竟然来干这种事！大伯，你没事吧？大伯，叫爸，他可是你亲爹。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拖出去！林小姐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！林小姐，你放开我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林小姐！放开我！之前是我小瞧你了。多谢林小姐夸奖，不过他们都是自作自受，跟我可没什么关系。你早知道他们会来这个酒会，你猜？你到底还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，是我不知道的？你再猜。欢迎大家来到 Lisa 小姐的酒会。众所周知 ，Lisa 小姐是国际著名的设计大师，但却鲜少有人见过她的真容。今晚，诸位不仅能一睹 Lisa 小姐的真容， Lisa 小姐还将宣布最新的合作名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陆晨舟，希望待会儿你别后悔。苏唐，这个名字怎么有些熟悉？你确定你真的认识 Lisa， 没有骗我？以陆总的聪明才智，我要骗你不太可能。还是说陆总对自己的智商不自信了？我只是确认一下，没有怀疑你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我们的 Lisa 小姐闪亮登场。什么？林小姐就是 Lisa？ 真是没想到，林大小姐不仅家世优越，连个人能力都这么强，竟然是国际赫赫有名的国际设计师 Lisa。你就还是 Lisa？ 怎么回事？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有请 Lisa 小姐上台。陆晨舟，我等着你向我低头。
你又干什么？等等，这位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她不是 Lisa。什么？不是Lisa？不是Lisa？怎么能这样呢？他怎么能这样啊？假冒别人，是你真假 Lisa 呢？苏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？林小姐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清楚什么？我不是 Lisa， 谁是 Lisa？ 我看你就是因为刚才的事情故意报复，趁机捣乱。捣乱？众所周知 ，Lisa 是国际著名设计师。林小姐自称 Lisa， 那你的作品呢？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还好我提前都准备好了。不过，这个苏唐怎么会知道我不是 Lisa？ 莫非他认识真正的 Lisa？ 这不可能！看林小姐紧张兮兮的，该不会真的是假冒的？是啊，毕竟我们谁也没见过 Lisa， 就算林小姐是假冒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我们相信你，林小姐，您把您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伙都看看，好让这个女人的谎言不攻自破。对呀，拿出来啊！对呀，拿出来，看看呀！拿出来！好，你不是要看吗？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这不是你之前发给我的设计稿吗？难道他？这个设计你看是不是真的假的？对，这是我最新的设计稿，昨天刚刚完成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胡说，这不是你的设计稿。什么？不是陆晨舟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冒充的吗？要和这个女人一起污蔑我是吗？这不是真是假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陆总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跟这个女的在一块儿啊？林大小姐不是说了吗？陆总和她毁了婚约，就是和这个苏唐在一起。只是没想到，陆总竟然为了这个苏唐，当众合伙谎骗我们。陆晨舟，你擅自毁约已经让我颜面扫尽，现在又和他一起来污蔑我是 Lisa， 你什么意思？非要让我难堪是吗？我让你难堪，林秋寒，这是不是你的作品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林小姐，我知道，陆晨舟选择了我，让你心里非常不甘心，所以你先请来了苏清月他们，想毁了我，对吗？这是你的家事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话说的没毛病，但你不该自作聪明，冒充著名设计师 Lisa， 最终你一定会和那3个蠢货一样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懂。那我就替你说，陆氏集团虽然事业蒸蒸日上，但发展也到了瓶颈，急需要业务突破。和著名设计师 Lisa 合作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你为了让陆晨舟屈服，所以干脆冒充这个谁都没有见过的 Lisa 身份，胁迫陆晨舟让他服软，对吗？你胡说！我有没有胡说，你马上就知道。老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哎呀，拿出来吧。是啊，真是傻。你刚刚说这是你昨天刚完成的，对吧？没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我这里也有一份作品，是早在3天前送到的，和你的一模一样，作何解释？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我昨天刚完成的。还嘴硬？好，那我就证明给大家看看。林秋寒，你知不知道你此举会将整个林氏集团拖入深渊啊？趁现在 U 盘里面内容还没放出来，我劝你趁早回头。回头？他已经无路可退了。林小姐竟然真的是假冒的！是啊，真没想到他为了逼迫陆总，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。怪不得陆总不选他，这种人真配不上陆总。闭嘴！都闭嘴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有 Lisa 的设计作品？
她就是真正的 Lisa， 齐家大少。之前就听说她会来，以为是谣传，没有想到是真的。真是 Lisa。老公，你这么震惊干什么？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 Lisa， 不记得了？如果我说我就是 Lisa， 你信吗？你看我像傻子吗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 Lisa？ 怎么，林小姐在怀疑我齐川说谎吗？齐大少说笑了，只是他……林秋寒，你真的不记得他了？我认识他。看来林大小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你到底是谁？5年前出国保送名额，记起来了吗？是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5年前我好不容易拿到了出国保送的机会，但就因为你爸爸给学校捐了500万，最终这个名额就被你给抢走。怎么，林大小姐不记得？什么？林小姐居然能做出这种事？这不是学历造假吗？太可恶了！她不仅抢了苏小姐的保送名额，现在还冒充苏小姐的身份。这林秋寒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不是喜欢冒名顶替吗？那我顺便帮了你一把，怎么样？被人当众揭穿老底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苏唐，我杀了你！林秋寒，你抢走了我唯一逃离苏家的机会，就因为你又在那个魔窟里被折磨了整整5年，这一巴掌就当是还了那5年的折磨。林秋寒呐，林秋寒，你千不该万不该惹怒这位姑奶奶。你看我，堂堂齐家大少爷，不一样也得跟着当跟班嘛。就你们林家那点家底，跟他斗，哼，真是不够看呐。所以，你接近陆晨舟和他结婚，都是为了报复我，好深的心机啊！林小姐，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挑拨离间，还真是不长记性。齐川，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就顺便帮我收拾收拾林家吧。好嘞，放心吧，不仅是林秋寒和林家、苏清月他们3个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怎么生气了？生气了？生气好啊，生气你赶紧跟唐道离婚，我排着队呢。去，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是有点生气，所以今天晚上得好好补偿我。这个宴会厅啊，还真是没意思。我订了餐厅，一起吃个烛光晚餐。正合我意。走吧。哎，那我呢？